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让你喘不过气的并不是现实，而是你脑子里那一条不断拧紧的绳子。就是那种明明今天没发生什么大事，甚至工作都算顺顺的，可心里就是堵着，像背着一袋湿水泥一样，越想越沉，越沉越烦，越烦越觉得人生是不是哪一环已经坏掉了。这种感觉你一定懂。然而更吊诡的是，当你问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了，你却讲不出个所以然。没谁骂你，没谁害你，没谁亏待你，但你就是累，就是心里闹，就是一点小事都能触发你满脑子混乱的内心戏。这是不是太熟悉了？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？我们以为这是生活问题，其实根本不是，这是你自己和自己打架。外面没敌人，是你在跟自己过不去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在解决问题，其实是在不断制造问题；以为自己在努力，其实是在消耗生命；以为自己在思考，其实是在精神内卷，把一条好好的人生路越走越窄，越走越黑。说白了，人活得累，很大的根源是你没处理好你和你自己的关系。你可能以为这句话听起来太玄，但我们换个画面你就懂。有些人一天工作8小时，累得要死；有些人也是8小时，却精神满满。差别是什么？不是体能，是心里有没有一套能自我运转的系统。有些人的心像一台老旧电脑，开着开着就自卡跳出死机，永远在转圈；有些人的心像新系统，轻盈流畅，遇到问题不会狂转，而是自动优化。你是哪一种？如果你一天结束时常常觉得我到底累什么，那你80%是第一种。精神内耗就是这样来的，它不是突然爆炸，而是一点一点磨掉你的能量，像用一把勺子从你心里挖沙，挖到最后你自己都空了，却还以为是生活把你掏空。不信，我给你几个征兆，你对照看看。明明没发生坏事，心情却总像乌云压顶，对别人一句话敏感到不行，脑补3000层含义，做事不专心，总在担心万一，却永远不敢去做。晚上睡前脑子特别吵，但吵的不是大事，而是乱七八糟的琐碎。越想积极越疲倦，越想努力越失控，越想成长越自我怀疑。这些你占几项？如果你说哇，我全部中，别怕，这不是病，这是现代人的通病。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早就说过，倦怠是现代社会的一场集体疾病。我们这一代人不止身体累，心也累，而且累的不是世界，是自己的心，完全超负荷运转。最吊诡的是，我们却总把罪怪到工作，怪到别人，怪到环境，却不敢承认，其实人生最难跨过去的那条坎，是我们自己筑起来的。讲到这里，你是不是有一点窒息感？那很好，因为这代表你开始意识到自己被什么困住。接下来才是关键。你要明白一件事，人生困境很多不是事实，而是你内心的剧本写错了。你以为自己被困住，其实困住你的是那些让你越想越累，越想越痛的习惯。一种你以为是思考，实际上是掏空你的思维模式。那要怎么停下来？怎么把那把一直在挖自己的勺子放下？怎么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，压力越来越重的世界里，让自己的心重新运转顺畅？你可能以为答案要很复杂，要读很多书，要做很多功课，但我告诉你，其实真正有效的方法反而都很小，很简单，很轻，一点一点累积起来，却能让你整个人重启。这些方法不是我发明的，也不是那些夸张鸡汤，而是许多心理学家、作家长期实证经验里反复被证明有效的习惯。我帮你整理成20个关键点，够简单，够实用，够落地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们都是能让你从内耗走回当下的习惯，会让你越来越轻，越来越轻，越来越能掌控自己的人生。我们从最基本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地方开始，身体。你可能以为内耗是心理问题，但其实很多心理混乱就是从身体能量不够开始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没睡好，一点小事你都能爆炸？当你吃得太油，
你整天情绪都沉。当你连续几天熬夜，你世界观都会变灰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身体在告诉你，我没电了。没电的人情绪一定乱，情绪乱的人思维一定乱，思维乱的人人生就一定乱。简单讲，你的内耗80%不是心理，而是你的身体没能量支撑你的心。你要先把身体搞定，心才能正常运作。那要怎么搞定？你不需要变成健康达人，也不需要上瑜伽课，只要练4个简单到不行的习惯，就能让身体慢慢回到能正常支援你的状态。第一，作息规律。这听起来太普通，却是所有改变里最能见效的一项。你只要连续7天让自己在同一时间睡，同一时间醒，你的精神状态会像换了一个人。你以为你熬夜是自由，其实你熬掉的是人生的掌控感。第二，饮食干净。不是吃得贵，也不是吃得少，而是吃得让身体能运作。你只要连续1周减少油炸，减少加工食品，把一餐换成热汤，一餐换成清爽一点，你的心情会明显稳定。身体轻了，脑子自然轻。第三，建立生活秩序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一个人一乱，什么都乱？周末熬夜，周一崩溃，该做事时滑手机，该休息时胡思乱想，外界一个小状况就把你整天的心情打乱。这不是你不行，这是你没有节奏。人只要有节奏，心就不乱。第四，保养心灵。有些人一直喊累，却从不让自己休息；一直喊压力大，却从不让自己安静10分钟；一直喊烦，却从不让自己把心里的杂音关掉一点点。每天给自己10分钟，读点书，听点音乐，散个步，什么都不做都可以。只要你愿意让心沉一下，你的世界就会不一样。当你身体顺了，你会惊讶，很多你以为是人生问题，其实只是身体在抗议。而接下来才是大多数人真正卡住的地方，工作和生活的混乱，让你越做越心虚，越做越内耗。为什么我们越想做好，越做越累？为什么我们越想进步，越觉得自己不够好？为什么我们计划很多，却永远做不完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多数人做事都做表面动作，没做到真正能减轻内耗的方法。真正能让你脱离内耗的关键，不是更努力，而是更聪明、更顺势、更懂得管理自己。那怎么做？先做足准备，因为大多数的焦虑都是没准备好造成的。再来是计划留白，因为你塞得越满，你越容易失控。然后是独立思考，因为你听太多人意见，最终会迷失自己。最后是聚焦重点，因为你越分心，你越觉得人生混乱。你可能会说，道理我都懂，但我就是做不到。当然，你做不到，因为你以前的方法是反着来的。你越怕出错，越急着把每件事做好，越把自己逼到墙角，最后不是拖延，就是对自己越来越失望。可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看起来很稳的人，其实没有你想的聪明，他们只是提早做一件事，让自己少一点混乱，多一点掌控感。举个最现实的例子，你有没有参加过那种让你提前紧张3天的会议？你越想表现好，越怕讲错话，脑子越空白，结果一开口就乱了。可你看那些上台稳如老狗的人，他们不是天生不紧张，而是早早准备好，把可能出错的地方全部排演过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准备是最简单却最被忽略的抗焦虑武器。你越准备充分，你越能够心如止水。当你的心不乱，你的表现自然就不会乱。接下来讲第二个反直觉的关键，留白。你一定以为高效率就是把一天排到满，可我告诉你，这才是你崩溃的原因。你回想一下，
你是不是越忙越混乱，越塞越卡住，越追赶越累？你不是做不来，而是你没有余地。你没有让大脑喘口气的空间，你没有让情绪消化的空间，你没有让自己修正方向的空间。节奏太满会把你打垮。真正高效的人安排事情的方式看似慢，其实更快。他们一天只排6成的量，但是每一件都做得扎实，而且当意外情况出现，心不会乱，因为还有余裕可以调整。人生很多事情不是你跑不快，而是你跑太急忘了呼吸。再来，你一定很常遇到，听了别人一句话，你方向突然改变，看到别人赚钱，你突然焦虑，看到别人创业，你突然怀疑自己是不是落后。你以为这是资讯丰富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你失去主心骨。松浦弥太郎说得很好，大多数资讯都是2手、3手的，你越听越乱，越看越迷失。别人的故事不等于你的路，别人的成功不等于你的方法。你要的是一颗清醒的大脑，不是随风飘的心。独立思考不是高深学问，而是你在做每个决定前问自己一个问题：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如果不是，那你现在焦虑的每一分都是浪费。讲到这里，你大概开始懂了，内耗不是情绪问题，是方向太乱，方法太乱，心太乱，而内心混乱的根源就是注意力分散。你要找回掌控感，就必须学会聚焦。聚焦是一种很狠的能力，它不是告诉你要多做，而是告诉你要舍弃。你舍不得放掉不重要的，就永远抓不住重要的。松浦弥太郎把杂志带到畅销，不是靠增加东西，而是靠删掉东西。删掉了摄影部门，他才能把注意力放在内容本身；删掉别人的期待，他才能做出真正好的作品。风吹草动就被带走注意力的人，一辈子做不出代表作。聚焦就是人生的硬道理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工作讲完了，那社交呢？人际关系才是最让我累的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内耗最大的来源之一，就是你一直在处理别人，却从没处理自己。心理学家阿德勒讲得最透，人的烦恼几乎都来自人际关系。你是不是常常因为别人一句无心的话难过半天？是不是常常担心别人怎么看你？是不是常常为了不让别人失望，把自己逼到精疲力竭？那你要知道一件残酷但解脱的真相，人际关系的本质从来不是别人对你如何，而是你如何看待别人对你的看法。你越敏感，你越痛苦。你越把别人的情绪当成你的责任，你越活得累。换句话说，你不是累于别人，而是累于你自己给别人的权限太大。那怎么把权限收回来？先从最基本的尊重开始。不是尊重别人，而是尊重界限。界限不清的人，永远被别人拖着走。有些人喜欢开玩笑，但你听了很不舒服；有些人喜欢占你便宜，但你不好意思拒绝；有些人喜欢情绪外放，把负能量往你身上丢。你越忍，你越内耗。你以为你是好人，其实你是在牺牲自己换和平。真正的尊重是让双方都舒服，而不是让你委曲求全。再来是信用感。你有没有遇过那种人，讲得很好听，说会帮你，会陪你，会联系你，结果一次都没做到？你是不是对这种人永远少一份信任？因为信用是关系的地基，你不兑现你的话，别人就无法在你身上建立安全感。同样的，你也该对自己守信用。你每一次说我要改变却又没做到，你就少信自己一次，到最后你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，这是非常可怕的，因为自我不信任是内耗最深的伤口。然后是原谅。你可能听过很多版本的宽恕论，但我告诉你，最现实的，原谅不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让你停掉内心消耗。你抓着别人的错误不放，受伤的人是你，你不放过别人，等于你每天都在提醒自己痛过。何必？放下不是替别人开脱，而是替自己松绑。最后最重要的，距离感。
你一定遇过一些关系，越熟越累，越近越痛。因为距离太近，就开始互相干扰；界限太模糊，就开始互相压迫。能走一辈子的关系，从来不是粘在一起的，而是保持刚刚好的距离。有分寸才舒服，有界限才长久。好，现在我们讲完身体、工作、关系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共同点？所有外在混乱，其实都来自心态失衡。换句话说，你看世界的方式决定你是否内耗。讲到这里，你会发现，真正让我们累垮的，从来不是那个瞬间，而是我们长期放任自己在无意识的活。身体乱一点，心就乱一点；生活乱一点，情绪就乱一点；关系乱一点，能量就乱一点。日子久了，你就以为人生就是这样。可人生不是这样，人生是你可以选择、可以校准、可以重新上路的。关键在于，你有没有那个勇气，把自己从那些无意识的习惯里拉回来。你仔细想想，我们从小到大被教很多事，要努力，要争气，要勤奋，要独立。可是谁教我们如何和自己好好相处？谁告诉你心累了要休息？谁告诉你内耗是警讯，不是你的错？谁告诉你你值得一个轻松一点的人生？没有。大家都用力往前跑，没有人停下来告诉你，人生这条路不是比速度，而是比稳，比清醒，比方向。你活得再用力，如果方向是反的，你只会越来越疲惫；你思考的再多，如果方法是错的，你只会越想越混乱；你对自己再严格，如果心态没调整，你只会越努力越痛苦。听到这里，你心里一定浮出一句话：那我该怎么办？其实你今天听到的这些方法，不是让你明天变一个全新的自己，而是让你从今天开始，把方向从掏空自己，慢慢转成成全自己。你不用一下子做到全部，你也不必逼自己一夜之间开窍，你只要从其中一两个点做起，早一点睡，干净一点吃，少塞一点行程，帮自己留一点空间，不要太快回应别人，不要急着讨好世界，问自己一句：我现在这样做是为了谁？放过过去伤到你的那个人，也放过那时候不懂事的自己。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，你的人生不会突然大逆转，可你的心会一点一点稳下来。稳了，你就能想清楚了，你就能选对了，你就能走得清。你会开始看见那些你以前忽略的小风景，你会开始觉得原来世界没有你想的那么糟，你会开始相信自己其实比自己以为的更强大，你会开始发现很多困境不是命运给你的，而是你自己无意间扎出来的刺。当你把那些刺一根一根拔掉，你会突然听见心里的声音变安静了。当你停止打自己、骂自己、怀疑自己，你会发现原来你其实很好，原来你值得更轻松的日子，原来你不是失败，你是被内耗拖住了。而当一个人不再内耗，他的人生会发生什么变化？我告诉你，世界会变得像放大1号，机会会变得更看得清，关系会变得更好相处，工作会变得更顺手，心会变得不急不躁，未来会变得不再可怕。你会真正理解一句话：原来我这么久不是走不动，而是被自己拉住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把这一句刻在心里，所谓的人生困境，大多不是命运给你的难题，而是你自己没拿掉的枷锁。你不需要更强大，你只需要把自己从内耗里救出来。你只要松开一点点，你就会往前走一点点，你往前走一点点，你就会相信下一步可以走得更稳，一步一步，你会走出那个困住你很久的地方。而当有一天你回头，你会惊讶，原来改变不是翻天覆地，是一个又一个小习惯累积出来的。原来轻松不是别人拥有的，是你终于愿意为自己做选择之后，世界才慢慢亮起来的。愿你从今天开始，把注意力从混乱转向自己，把能量从怀疑转向成长，把人生从内耗转向活在当下。你会发现，当你学会与自己和解，整个世界都会开始对你温柔起来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